远古时期的野人都这么讲究了吗？老婆用完还知道送去河里涮涮，可走近一看才发现，原来他们是在捕鱼。这是远古时期的一种捕鱼方式，效率很高，可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费老婆，一不留神老婆就会被水冲走。相比之下，吃野果就靠谱得多，但也不是绝对安全。有的果子吃一口就能送人上天，就算果子没问题，也依然不能松懈。果树附近经常有食人花出没，稍不留神就会变成它的甜点。Triple kill！ 有时他们在捕猎，却丝毫没有察觉自己也被当成了猎物。比如这只野人就被一只大蜥蜴盯上了，他们试图用石头赶走它，可石头不仅没用，还间接帮蜥蜴磨了牙。野人们见状纷纷往树上爬，大蜥蜴直接站了起来，前爪轻轻一推，树就倒了。最终大蜥蜴挑了一个肥而不腻的野人，吊着腿拖回去当晚餐。难道人类在远古时代就只能待在食物链最底端吗？当然不是，虽然身体弱小，但咱有脑子呀。这天，野人们在捡南瓜的时候误入了大蜥蜴的领地，有个野人灵机一动，将南瓜丢在了蜥蜴的独角上，蜥蜴瞬间变成斗鸡眼，晃晃悠悠的，啥也看不清。一旁的野人们高兴坏了，以后再遇到大蜥蜴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就是一种进步，然而更大的进步还在后面。一道闪电突然劈了下来，紧接着一截冒火的树干掉了下来。野人没见过火，好奇的慢慢靠近。哎呦，怎么一点都不冷了呢？可由于离得太近，野人的手指被烧着了，给他烫够呛。但他们知道这是好东西，有了它就再也不怕冷了。除了取暖以外，他们并不知道火还有其他用处。直到另一伙野人的出现，新来的野人感受到火的温度后彻底沦陷，想要分一些。之前的野人让他们用大鹅交换，可他们觉得一只大鹅有点亏了。领头一顿瞎比划，经过讨价还价，最后决定用半只大鹅交换。随后一人扯着鹅头，一人扯着鹅腿，两边用力想把大鹅撕两半。撕着撕着，他们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清香，顺着味儿发现原来是大鹅在争抢中被烤熟了。就这样，野人们第一次吃上熟食，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。虽然烤肉好吃，但架不住天天吃啊。很快，野人们就腻得慌了，开始寻找其他能烤的东西。这天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恐龙蛋，这玩意儿烤熟了能是啥味儿啊？他们趁着恐龙不在家，偷偷把蛋抬了出去。正当准备回去享受美味的时候，另一帮强壮的野人突然出现。与其他野人不同，他们属于野人界的强盗，见啥抢啥。二话不说就把恐龙蛋夺走了。没成想途中竟然遇到了母翼龙，面对母翼龙的攻击，他们束手无策。慌乱中，恐龙蛋掉下了悬崖，正好落到了下方温泉上。没一会儿，蛋就熟了。可强盗们被这巨大的荷包蛋吓到了，别说吃了，他们连碰都不敢碰，灰溜溜的跑回了部落。而吃过熟食的野人刚好经过，轻轻一摸，哎妈呀，好烫！这和被火烤过的感觉一样。他们浅尝了一口，妈呀，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呀！吃饱喝足，他们就把剩下的打包带回了部落和同伴分享，丝毫没有察觉那伙强盗正在盯着他们。而且强盗已经知道了火的存在以及用法，于是仗着身强力壮抢走了火种。然而他们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不仅不会利用，还差点玩火自焚。野人的屁股着火了，他吓得边叫边跑，菊花也因为紧张而不受控制，不停地往外冒气儿。火接触到气体后烧得更旺了。火种是这帮野人从其他部落抢回来的，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该如何驯服火种，还在那展示自己的力量，试图把火种吓服，看起来愚蠢又可笑。果然，上帝是公平的，为人打开一扇窗的同时，还会锁死一扇门。力量型野人智商几乎为零，与之相反的智慧型野人正在努力寻找残留的火种。然而强盗们半点火星都没有留下。为了不再回到过去那种茹毛饮血的日子，他们决定夺回火种。途中，他们遇到了一只大恐龙，它十分凶恶。智慧的野人根本没在怕，因为首领发现了之前他吃过的一种果子，那种果子吃完就浑身无力，就像现代的麻醉剂一样。于是他诱骗恐龙将果子吃掉，果然恐龙吃完后立马浑身无力，靠在石头上，两只手软趴趴的耷拉着。听到野人们的声音，他晃悠的站了起来。制服了恐龙后，他们立即前往强盗野人的老窝，趁着没人顺利拿回了火种。可那些强盗不会善罢甘休，必须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。于是经过不断探索和研究，智慧型野人们制作了很多武器和工具，比如将锋利的骨片插在木棍上做成一个简易斧头，还意外发现了可以擦出火花的打火石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利用可以麻醉的果子，将大蜥蜴驯服成了坐骑。当首领骑着大蜥蜴出现时，那些强盗被吓得屁滚尿流。最终，智慧型野人取得胜利，成为地球上最强的部落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关注洋葱，带你走进精彩的电影世界。